罗勒在意大利风味的菜肴中经常与西红柿煮在一起，因此人们常说罗勒是西红柿的好朋友。不仅在西餐中有罗勒的身影，像三杯鸡一类的中餐，它也是不可或缺的配料。东南亚餐中，罗勒也是重要的调味品。但是罗勒是一年生的植物，所以如果想要每年都吃到罗勒的叶子，我们可以自己当年采集种子，来年种植，保证有源源不断的罗勒可以吃。那么罗勒应该怎么种植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花花今天为大家介绍罗勒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。如果你有遇到过罗勒不出苗，或者罗勒长着长着东倒西歪，叶子不多不大的情况，这期内容请一定不要错过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浸种。浸种的目的是催芽，是播种之前的准备，催一下芽能够提高成功率，感觉会比较稳。当然直接播种也不是不可以，但直接播种的时候要注意罗勒的种子表面是有粘液的，所以在播种前要记得放在冷温水中清洗干净，这样能够降低播种过程中发生的霉变，导致播种失败。准备播种的时间以春季和秋季为佳，气温大概在20度的样子。罗勒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，温度太低的话不好出芽。罗勒的种子和黑芝麻有些像，挑选饱满的种子，塑料盒里铺上湿纸巾，放入种子，再用湿纸巾覆盖，每天喷些水，保持纸巾湿润。2. 播种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一定要重视。10个人中有9个人不会发芽，那是因为播种时的深度太深了。下面详细介绍一下播种的2种方法。保持纸巾湿润2至3天，就可以看到种子的前段裂开，露出白色的芽尖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播种了。新手推荐使用育苗块或是育苗盘，它们的介质比较稳定，会提高发芽的成功率。育苗块用水泡发，揭开上面的覆盖物，露出里面润湿的土壤，用牙签戳个大概2-3毫米深的孔，把露白的种子放进去，拨一拨旁边的湿土，把种子完全覆盖住，然后就可以静待出芽了。播了种的育苗块要晒太阳，春秋季的太阳的话，4至6个小时都没问题。如果表面明显干燥，可以稍微喷些水润湿一下。一般来说，育苗块的保湿力是很强的，里面水分足，可以保持到种子出芽。这样操作以后，罗勒种子的出芽率能够达到90%。如果家里没有育苗块或者育苗盘的，可以直接使用营养土播种。这个时候，种子上面需要覆土1厘米左右，最好上面盖上塑料薄膜，保证温度和湿度，提高成活率。3. 出芽。种子进了育苗块，少则3-2天，多则5天，就可以看到长着2个半圆形叶片，像肥厚嘴唇的幼苗冒出，这种唇形的子叶就是唇形科的名称由来。如果5天以后也不出芽，不要着急，有的种子就是性子比较慢，或者是播种的时候被捅得太深，保持育苗块不要干掉，耐心等一等，有时候1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才出芽的情况也是有的。很多人播种后的罗勒会遇到长到一定高度就东倒西歪，站不稳的情况。如果你也遇到了这种情况，那么请详细看看第4点的定植。4. 定植。等育苗块里的罗勒苗长出2片针叶，就可以定植在大盆里面。罗勒是一种深根植物，所以花盆建议深一点。罗勒对土的要求不高，只要土质有点疏松，排水好就可以。花花一般就用多肉的土，为了提高疏松程度，适当混些颗粒，盆底稍稍加些有机底肥，就可以把罗勒带着育苗块一起种进盆里了。到了5月中下旬，生长期的罗勒长得是非常迅速的，几天就变了个样子。如果花盆的深度不够，虽然现在定植没有问题，但是等罗勒长大后就会东倒西歪，因为地基不稳。5. 摘顶。种了罗勒，欢快的啃叶子尝味道是种乐趣，在吃叶子的同时，就可以罗勒进行重要的操作，也就是摘顶。所谓摘顶，就是在罗勒长到15厘米高左右，就把顶端一簇叶子掐掉，也叫做去除顶端优势，这样就可以催生侧枝。等侧枝长到一定程度，还可以继续摘侧枝的顶，这样罗勒就可以越长叶子越多。勤打顶不但能让罗勒的叶子变多，还可以帮助罗勒的叶子变大。
摘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，就是延缓罗勒的开花达子。作为1年生的植物，罗勒开过花结完子就会挂掉，而不断的摘顶可以延长罗勒的寿命，让它为你服务更长的时间。6. 留种。甜罗勒会长出长长的花穗，开白色的小花，而9层塔罗勒会开紫色的花，因为花序冲天而起，所以才叫做塔吧。等花瓣枯萎凋落，花萼里就会孕育种子了。一个花萼里有4个种子的位置，一开始是种子青白色的，慢慢颜色会变深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花萼也会从绿色变成褐色，变成褐色的花萼里面的种子已经成熟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采收种子了。采下的种子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，等下一个适合的季节继续再种一波。总结，罗勒这种香草，想要吃叶子就要勤摘顶，促生更多侧枝；想要结种子就不要打顶，让它开花结果。最重要的是自己种罗勒，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了，随时可以采摘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如果有错误或者疏漏，欢迎指摘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